杨紫受伤坐轮椅重新上班，看专科医生形象被曝，迪丽热巴不约而同被卷入其中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没有人是不幸的，有些人在补水时会塞进牙齿里。不管是什么职业，都可能受到伤害，也许是在上班途中意外受伤或跌倒，这确实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，但我们可以避免潜在的风险来预防它。杨紫受伤坐轮椅重新上班，与大多数职位相比，当艺人现在被视为一项冒险的工作。由于拍摄的需要，他们会玩一些吊线，骑几辆自己控制不了的自行车等等。这不，杨紫骑车摔伤了脚。只是在2月9日之后，关于返回处理轮椅上的设置的洞察力才出现。从现场照片来看，杨紫的身体问题各方面都有些严重。只见她坐在轮椅上，身后有2个男工作人员推着她往前走，左边是一个女同事，正在搬运她手上的几样东西，并没有做很多吃力的活。杨紫自己也同样感到有些屈辱，她张开一把黑暗的保护伞挡在了自己的面前。只是他没想到头上顶着扇子，以至于照片都被扒了出来。临床筛查开放，其实杨紫能坐在轮椅上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事发时，她求医的照片也被曝光。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比较少，扶着她的是2个小姐姐。她不以为然，单脚跳到被遗弃的车辆上，被紧急送往急诊室。看他一副不经意的模样，我还以为只是单纯的伤，没想到竟然是轮椅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作为专业的艺人，他知道如何避免与可怜的销售联系在一起。经过这件事，他的粉丝也格外有资格，普遍表示大家不要把目光放在杨紫身上，他只是经历了一点小意外，不值得过分的考虑。这个活动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，也基本否定了杨紫对宣传的质疑。迪丽热巴无意中被卷入，尽管杨紫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不利影响，但她的对手迪丽热巴却无意中被卷入其中。解释是这样的：当她的身体问题首次被发现时，一群迪丽热巴的粉丝嘲讽她是花心的。这段插曲激起了杨紫粉丝的反感，随后他们得到了一件真正可怕的事情。杨紫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原因是迪丽热巴的粉丝把其中一个搞砸了。这段插曲虽然没有得到肯定，但是目前已经被网友们接受了。虽然已经明白了坐轮椅的原因，但杨紫还是决定按时回复大家。从这里来看，她是一位出色的艺人。我相信我的脚伤会很快好起来，我也相信新节目会如期而至。杨紫坐轮椅复工，不愧是一线偶像。有网友围观杨紫坐轮椅上班的事，像她这样的幼稚偶像相对较少。圈内气氛不是很好，但是能看到像杨紫这样知名的人还是很有趣的。再加上她的名气一般都是极好的，在不同的服役地点都是极其有名的。这有赖于她的实际性情，也有赖于她的勤奋努力，为了自己的职业理性的战斗。正是这样，我们才能在任何时候取得进步。这次杨紫的身体问题同样引起了网友的关注，但她还是忍着痛回到了小组继续工作。传达出的一种灵魂，一种坚定的能量，是极其有趣和可贵的。之前媒体上有些小鲜肉，手指有什么划痕需要去急诊。事实上，有充分的理由需要对个人进行如此多的准备，个人并不是那么脆弱。杨紫这次的行为严重侮辱了那些人。最近，杨紫的事业一直处于上升期。作为一个值得注意的人，她非常重视自我发展。他不像其他明星那样自我陶醉，他呈现给一般人的是他的真实状态。参加过不同的戏剧演示文稿，非常困难。在明星当中，他的出道阶段还是很优秀的，早早的就变成了童星。但是这也限制了他的整体进步。一个拥有特定形象的人，无疑可以接近那里的一个人，但无疑很难得到回报。在他还小的时候，曲丹丹就让他以后不要演了，理由是他没有那个能力。那么，在那个时候，他的容貌不合格，但没有什么是命中注定的。靠着自己的努力，他脱离了清白无过的品质。现在的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变成了原来的自己。在接触了香蜜沉沉烬如霜、亲爱的等电视剧后，他也进入了顶级行业。这是凡人变化的技术，便身后跟上自己的步伐很重要。
作为一个明星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您应该保持合法性和自我，不仅要成为真正的自己，还要成为公认的知名人士。像杨紫这样的艺人，自然会有更好的转机。02肖战新剧《有我的太阳》全面盘点，白百合、田雨、朱等强势团聚。2月7日，肖战、白百合主演的都市离家综艺节目《阳光与我同在》杀青，牵动了大家的心思，一切平等。至此，仅压轴特辑一个视频就吸引了6244万次观看，100万加次转发，7.8万条评论，76.5万次点赞，黑粉也不多，绝大多数都是送赞。从著名网络作家天蚕土豆那里得到最常用的一句话：肖战的影响力基本上是令人不安的。说实话，去年10月份的时候，我就遇到过一次肖战的惊人流行。自《阳光与我》被罚下后，各种中介枪击、路透怪现象时有发生，个别不法分子甚至利用该团体名义进行不法行为。为了通过暗中拉拢艺人，制作和销售具有误导性的集体作业和申报单等方式谋取暴利、骗取金钱，该团队同样给出了一个声明，告诫大家不要上当受骗，并请大家拉入黑名单。回到本书的主线，我们不应该尊重以都市深刻题材为题材的《阳光与我》这档节目。故事讲述了白百合饰演的简冰是商界赫赫有名的推广大佬，而肖战饰演的盛阳则是初入社会的菜鸟，工作环境中的菜鸟。两人在咖啡厅偶遇，一个刚刚结完婚，一个正坐拥无果。随后，两个局外人一脚踹开，走上了一段真挚的感情发展之路。在盛阳的帮助下，简冰在日常生活和爱情中找回了信任。在简冰的教导和安慰下，盛阳从一个青涩的野孩子成长起来，大显身手。两人相濡以沫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慢慢的产生了浓浓的感情。尽管如此，障碍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。面对性格和经历的反差，家庭的阻力，工作环境的道听途说，简冰和盛阳选择了将自己的未来交给时间。3年时间，让两人有了发展变化。人生中有那么多的第一次，都是为了彼此。正是这种信任和体验，让他们提升了自己，又一次兜兜转转走向彼此。看看最后的结局，我找到了一些核心问题。首先是简冰和盛阳之间的碰撞，里面有情节。盛阳给简冰做了一份崇拜的早餐，临走前说了一句：“如果你喜欢，我会一贯给你做的。”不得不说，小伙子真的是很会用一种认真的感觉来交流感情，慢慢的就接近了。简冰和盛阳在年龄、见识和经济状况上都截然不同，因此他们需要处理许多脚踏实地的问题。简冰的同伴告诉他，这个人不值得你托付，你知道吗？面对家人的否认和不理解，盛阳没有闹，而是静下心来，对家人说，不管我和他在一起有多少，我都愿意忍受。两人在一起后，一切和生活都变了，各方面的紧张感也随之而来。该组织不允许员工体验激情。此刻的盛阳满脸靠谱，和先行者分享，组织要开除我们2个，先开除我。肖战是目前国内主要的顶流，新剧的演员阵容也极为豪华。冠军白百合的演技可圈可点，相信强大的艺人会协助，这是非常有名的。该剧的负责人吊小飞是一名摄影师，代表作有《斗牛绝代高手》《北京言情》《香港囧》等。他拥有高超的摄影功底，既能专攻文艺片和想象力片的强项，又能兼顾商业片的一般媒体体验，善于发展。然而，首领的能力似乎还没有试过。综上所述，他的最后一部执行作品《雪中之刃》仅获得5.8分，尤其是战斗技术的发展受到了广泛的抱怨。